欢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瑞玲 Vivian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自制鸡粉。用喝鸡汤剩下来的鸡肉就可以做出非常美味的鸡粉，你相信吗？用自制的鸡粉来增加菜肴的鲜甜美味，不管是炒菜、炒面、煮汤，都有很棒的提鲜效果哦。重点是成本超级省，因为是用喝鸡汤剩下来的鸡肉。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看看怎么样制作。所有要准备的材料，大家就请自行萤幕截图一下咯。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。这个是熬鸡汤剩下来的鸡骨，首先要把鸡皮跟鸡骨给去除。如果有小碎骨残留没有关系，因为打鸡粉一定会用到破壁机，破壁机的力道很足够，骨头也可以打成细粉，尽量沥干水分，然后把骨肉分离。刚刚有说过，有骨头残留没有关系，最后一起打成粉末呢，还可以补充钙质。其实这个剥碎的动作呢，只是为了等一等干燥可以比较彻底。如果你是整块比较大块一点的去烘干也没有关系，反正记得等等就是要彻底把它们干燥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干燥的步骤，我使用食物干燥机来烘干，没有食物干燥机的可以运用烤箱低温来烘干，或是气炸锅最低温来烘干也可以。我在承接盘上铺上烘焙纸，然后把鸡肉尽量均匀铺平。接着放进食物干燥机当中，设定摄氏75或80度，烘烤3到5小时。反正就是尽量烘到完全干燥就对了，彻底干燥，在常温保存的时间才可以很长。烘得够干燥呢，我的经验是摆放在常温，不用放冰箱，3个月不是问题。但是一定要烘到水分完全干燥哦。每次喝鸡汤剩下来的鸡肉分量不是太多，我习惯累积个2-3回合的鸡肉分量。像这一批呢是半土鸡的鸡肉，肉剥的呢就比较大块一点，可以看得出来里面还带一些骨头，没有关系。上面这一批呢是乌骨鸡的鸡肉，累积起来呢量比较大，可以打1大罐。我们就把干燥后的鸡肉呢放进破壁型调理机当中，接着加入其他的材料。想要炒菜的时候呢，不用额外再加盐，可以把盐的分量加多一点。先初步用低速搅打一下，之后直接改高速。尽可能打成非常细致的粉末状，甚至可以把出来的粉末呢再过滤一次。过滤出来不够细致的部分呢，可以再搅打第2回，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细致。特别提醒，搅打的过程可能会造成食材的升温，这是正常的。打完的鸡粉呢，记得要降温，放凉之后再装罐哦。完成的鸡粉呢，只要干燥的过程够彻底，放在室温保存3个月不是问题。不管做什么料理哦，放点鸡粉就是提鲜好吃。我们来快炒一个蔬菜，油的部分呢是之前做鲜虾粉丝煲留下的虾油，然后加上些许的蒜片，加入喜欢的菇类，爆炒一下。爆炒到香气四溢之后呢，我们就加入高丽菜，大火爆炒一下，呛入些许的米酒，加入自制鸡粉。自制鸡粉的用量呢，要比市售浓缩的还要再多一些哦，因为毕竟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跟香料哦，所以分量要多一些。加了自制鸡粉炒出来的菜呢，完全不用加肉丝，就超级好吃。自制鸡粉，等你交作业哦。
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，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，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欢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瑞玲 Vivian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自制鸡粉，用喝鸡汤剩下来的鸡肉就可以做出非常美味的鸡粉，你相信吗？用自制的鸡粉来增加菜肴的鲜甜美味，不管是炒菜、炒面、煮汤，都有很棒的提鲜效果哦。重点是成本超级省，因为是用喝鸡汤剩下来的鸡肉。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看看怎么样制作。所有要准备的材料，大家就请自行萤幕截图一下咯。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。这个是熬鸡汤剩下来的鸡骨，首先要把鸡皮跟鸡骨给去除。如果有小碎骨残留没有关系，因为打鸡粉一定会用到破壁机，破壁机的力道很足够，骨头也可以打成细粉，尽量沥干水分，然后把骨肉分离。刚刚有说过，有骨头残留没有关系，最后一起打成粉末呢，还可以补充钙质。其实这个剥碎的动作呢，只是为了等一等干燥可以比较彻底。如果你是整块比较大块一点的去烘干也没有关系，反正记得等等就是要彻底把它们干燥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干燥的步骤，我使用食物干燥机来烘干，没有食物干燥机的可以运用烤箱低温来烘干，或是气炸锅最低温来烘干也可以。我在承接盘上铺上烘焙纸，然后把鸡肉尽量均匀铺平。接着放进食物干燥机当中，设定摄氏75或80度，烘烤3到5小时。反正就是尽量烘到完全干燥就对了，彻底干燥，在常温保存的时间才可以很长。烘得够干燥呢，我的经验是摆放在常温，不用放冰箱，3个月不是问题。但是一定要烘到水分完全干燥哦。每次喝鸡汤剩下来的鸡肉分量不是太多，我习惯累积个2-3回合的鸡肉分量。像这一批呢是半土鸡的鸡肉，肉剥的呢就比较大块一点，可以看得出来里面还带一些骨头，没有关系。上面这一批呢是乌骨鸡的鸡肉，累积起来呢量比较大，可以打1大罐。我们就把干燥后的鸡肉呢放进破壁型调理机当中，接着加入其他的材料。想要炒菜的时候呢，不用额外再加盐，可以把盐的分量加多一点。先初步用低速搅打一下，之后直接改高速。尽可能打成非常细致的粉末状，甚至可以把出来的粉末呢再过滤一次。过滤出来不够细致的部分呢，可以再搅打第2回，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细致。特别提醒，搅打的过程可能会造成食材的升温，这是正常的。打完了鸡粉呢，记得要降温，放凉之后再装罐哦。
完成的鸡粉呢，只要干燥的过程够彻底，放在室温保存3个月不是问题。不管做什么料理哦，放点鸡粉就是提鲜好吃。我们来快炒一个蔬菜，油的部分呢是之前做鲜虾粉丝煲留下的虾油，然后加上些许的蒜片，加入喜欢的菇类，爆炒一下。爆炒到香气四溢之后呢，我们就加入高丽菜，大火爆炒一下。呛入些许的米酒，加入自制鸡粉。自制鸡粉的用量呢，要比市售浓缩的还要再多一些哦，因为毕竟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跟香料哦，所以分量要多一些。加了自制鸡粉炒出来的菜呢，完全不用加肉丝，就超级好吃。自制鸡粉，等你交作业哦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，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，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